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因为我最近采访了一个以前在新疆工作的警察，工作了9年的警察，他叫张亚博，他是2014年到2023年在新疆做警察。他后来因为他觉得在这个体制里面他也受到了很多的压迫，他就离开了。他2025年去年就1年前，去年8月份的时候，到德国，带着他的儿子到德国去跟着一个旅行团去旅行，然后他就在参观天鹅堡的时候，他那个旅行团的人进去了，他带着儿子就转身出来了，然后去到慕尼黑去找了这个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人，然后就开始讲他作为一个基层的新疆的警察，他在过去差不多10年中经历了什么，他看到了什么，就他说的这些事情呢，都还是挺有价值的。我也和一些专门研究维吾尔人这些专家，他们认为他说的很多事情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视角，是一个内部人的视角，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在做这个报道的过程中也非常的矛盾，也有很多的困惑。因为这个张亚博呢，他反复跟我说，他说他自己没有迫害过任何人，他只是在执行命令，他是这个国家机器中的一个小螺丝钉。而且呢，他还总是跟我说你们记者就总是想写这个维吾尔人受到的这些迫害，我也受到了很多的迫害，我受到的迫害和维吾尔人差不多，甚至比他们还更多。你就能想象他第一次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简直人就呆住了。我们当时是在 Signal 上打电话，我就呆住了，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不知道应该怎么反应。然后我这个心里的这个怒火呀，就 trigger 了。哇，真的是非常 triggering， 就是他说的这个话，但是他又跟我说了好多次。后来我还专门跑到了德国去跟他见了面，跟他做了好长时间的采访，然后又跟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谈话。我后来也能当我可以理解，就是作为一个基层的公务员，你受到的压迫在中国的这样子的一种非常的等级森严的，尤其又在新疆这样子的地方，又是这种的公安系统里面，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怎么能说你受到的压迫比维吾尔人可能还要多？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我特别难以找到一个准确的中文词来描述，就说我一直希望他能有的一种情感或者一种的思维的框架来去理解维吾尔人的苦难，或者是理解他自己在这一个大的系统之中是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就说我只是填填表，我只是就是押送犯人，我只是在对讲机里面说一些话。我看了你的这个视频和材料，而且他反复还说我只是替他们服务。对，他用这个服务这个词，不停地说他为什么用服务这个词，是因为他说他当年做警察的时候，他是很相信什么人民警察为人民啊。对，为人民服务。比如说共产党对新疆维吾尔人压迫最严重的时候，据说不是有100万人差不多在这种的所谓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里面待着嘛，干什么？还有就是实际上有很多人都是被抓了，然后放在监狱里面。他是当时在一个看守所工作，他就是每2周差不多出一次差，到新疆各地去把这个人就是坐的大巴车上，然后一个车队到新疆各地的监狱去送人。他就说我在这个车上就是给他们发馕发水，他们渴了我就给他们水喝，他们饿了我就。但是那些人连上厕所都不行，是用塑料桶上厕所，然后戴的黑头套，戴的手铐，戴的黑头套。反正我希望啊，就是大家可以去看我和张亚博的这个采访。这个采访我们当时录了有6个多小时，后来剪了有差不多2个多小时，对我非常震撼的一次采访，也是一次写作的一个经验。但是另一方面，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觉得其实我也不应该觉得那么惊讶，是不是？我看的时候可能因为一些你传给我之前你已经说了几句你的反应，对，我心里可能有点准备，所以呢我已经大致知道他是这么一个态度对他这个过程。然后还是有几点我也是看的就有你这种反应，就是说比如说他说我并没有打他们，然后但是你追问他，你看到他们被打的时候，因为他要去填表，就证明这些人内脏没被打坏，或者以后死了以后就是有责任的。对。但是就说他看到这些人都是浑身都是紫的，
然后就是都是棍棒打的，有的棍棒都折了，然后你又追问，那你当时什么感受？他好像就在一再追问之下，才好像说了，我当时有那么一点点觉得同情吧。对，毕竟这些人还都是年轻人，但是他马上接着就说，但是我国家说他们就是对，他就是非常相信当时，因为他是在这个系统里面长大，是吧？就是他非常相信，就是党让我相信他们是恐怖分子，党让我相信他们是分裂分子，他们就是坏人，这就是他们应得的。然后他不断的就是你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想那么多，我没有多想。对，他不停的说我没有多想。所以我当时觉得就是说，一方面我当然也就是觉得，就首先就觉得真悲哀，这么一个明显吧，我倒是觉得他也不是一个坏人。他当然不是一个坏人，就是一个我甚至认为他比大多数人还要勇敢。他现在站出来说话，遭很多的被共产党这个跨境镇压，很厉害的。对，当然他先把儿子带着，我不知道他太太在哪儿啊，反正就是在新疆，他还在新疆，还在新疆。对，他的父母、他的妹妹都在中国，所以这就已经是罕见的有勇气了，出来讲这个经历。那在这个前提之下，他的所有的为自己的辩解和他的盲点。我说实话，我又觉得是很熟悉的，我在很多其他的中国人身上都看到，包括我自己的接触过的。比如说我曾经跟我哥哥我哥哥查建国是一个政治犯，大家都知道，看过查老师写的这《国家公敌》，就是《纽约客》上的这篇文章非常有影响力，很多人，就至少我的朋友全都看过。对，但是他这么一个政治犯，我后来就是《国家公敌》之后，我又给这个《纽约客》写了一个续篇，叫做 Tourist Trap， 就是说是他怎么被警察带着去旅游。在这个写这篇之前呢，我曾经就是陪他出去，不是旅游，而是就是他走出去，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跟那两个都要两个人，因为就是像背靠背一样，两个人互相也等于互相也在监督嘛。对，你是说国保尾随他，国保呢实际上也都外包了，所以他那次我就是很想跟踪他的人聊一下天，就是小国保嘛。我跟我哥哥出去。这个去复印，我记得是哪儿，所以那个复印就很慢，要复印很多材料。那时候是因为我哥哥警察又被抓了一次，我在帮他办一些就是法律文件，就是万一他进去不出来，我要替他找律师啊，什么辩护。所以很长的复印期间，这两个跟班的人就在外头就站着，然后我就想跟他们搭话。这两个都是农村来的，都是老乡，好像我记得是东北同一个地方来的。一个人就明确的就是不理我。就绝对不跟我开口说话，然后另一个就忍不住了，很无聊嘛，站那儿又可能显然又是一个爱说话，就跟我聊起来了。这个人的态度就让我想起了，就是我看你这时候就想起了他张亚博是吧？张亚博，因为他是一个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小螺丝钉嘛，他就去跟班，然后我才知道他们是被外包，就是这些人其实都不是警察系统，还不像张亚博就真正变成公务员了。他给我讲他的背景，就是他也是农村家里边原来就是一个什么国营的小拖拉机修农机的厂，然后后来破产了，90年代的时候都下岗了，然后他又去干别的，干的到一定年代了，他已经中年，就是40-50岁了，还要就是比如到北京来干那种给别人装修刷墙。他说我都干的就是哥哥，跟我聊天这个，我觉得他已经50岁上下了，那个时候他已经下岗很多年，就在北京干了很多杂活，所以他就是作为警察，他就是觉得他自己也是一个倒霉的人，底层受了很多，他也是受害者，他完全没有想到，就是他现在正在帮助这个国家机器给另外一个政治犯在盯包，然后他在等于是加入了施害者的行列嘛，完全没有这个意识，而且讲着讲着，就是他就会觉得我的苦水多大，所以这让我想起一个，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曾经当年去不断在探监的时候，我跟那个监狱里的人，就是等于牢房里的人嘛，北京市第2监狱，他那儿9年，我哥哥我就见过他们监狱长，包括后来有司机出来开黑车的，因为那都是已经很郊区了，就没有打不了车。我还记得你和那个司机的对话。对，国家公敌里面引了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司机，他其实原来就是他爸他们什么就都是这个监狱也好像有点传，不知道是接班什么，就是都是里边监狱里的叫什么狱卒啊，什么就是看监狱的嘛。我记得就印象里给我很清楚，就说
他在那儿服刑，虽然长也就是9年，我们都是终生监狱，就是他把他自己在监狱里边当狱俗也认为是一种苦役，而且他受的苦又有谁看见呢？对，因为张亚博也说，就是说，他说这个中国的是一座大监狱，他是关了维吾尔族这些人，但是他也关了我们这些人，或者我们的灵魂都被他关了起来。而且他是不下班的，我记得他不断说，我们也在监控器底下，我们也一天到晚都睡不成觉什么的。对，就是没有时间睡觉，确实是就是我能想象，因为我们也看到，尤其是在疫情那几年的时候，这个基层的公务员非常非常辛苦，要填很多很多的表，因为他们的 KPI， 然后就给他们布置很细很细的东西，整天都是没有办法睡觉。尤其在新疆做公安的这个系统，就那时候就是稍微有一个，就比如说开两会了，或者是有什么一个什么什么周年，或者是习近平来视察了，或者当时的这个陈全国的这个新疆的自治区主席，后来的马兴瑞这些的，他们只要一有什么事儿，他们就是叫1级战备。1级战备就是说完全无法回家，就你家可能就是一出院门就是你家，你不可以回去几个月，然后每天你如果吹哨子或者是就集合的时候，你要1分钟必须要到外面能集合，所以他们那时候都是穿着衣服睡觉，抱着这个盾牌，抱着这个警棍睡觉，就因为一旦你如果没有按时的就出现，就是各种的惩罚，让你惩罚去值班24小时，还有什么写检查各方面的这种的，还有就是他说的他的这个受到的折磨，还有因为是一个非常等级森严的，而且他特别恨新疆的公安系统里面，我相信在全国也都是，就有很多从军队退伍的这些人，他们之间是有很多默契的。他说像我这种的上过大学的大学生，他们都很看不起我们，觉得我们很没用。然后这些人呢，他们就是特别粗暴的这种军事化管理，但是这公安大家想想也是确实有点军事化，但就是无比军事化，无比粗暴，然后整天骂人。他那个派出所所长就经常一开会就骂他们这些民警都是一帮驴子，要用那个要赶着要踢着赶着才干活的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他的抱怨，他自己觉得他是受害者是很真实的。我觉得是非常真实，他觉得他没有被当人看，他就是被当不仅是螺丝钉，当动物牛马，对吧？然后他们就是很卑微的在这个机器里面运转的这么一些就是动物。对，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后来他当中说，他到崩溃的边缘时，他就想自杀。对，我记得他说，而且不止一次，他就是抑郁自杀。这都是我觉得都挺真实的。你看中国的这些官员们有多少自杀的，是吧？多少人得抑郁症，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还有多少人就是他那个最后被免职了，或者是要送什么司法的这个机关的时候，就说他什么迷信啊，这样子的东西，就是都去信教了，是吧？接下来是付费推广内容，这是一段我的亲身经历。几个月前，我需要采访一位在中国的外科医生，讨论原研药退出医院的影响。但他原本用的一款加密通信软件在手机上突然无法使用了。有朋友推荐了 Mossavi， 因为他在注册时不需要提供电话号码。我们很快在 Mossavi 上重新取得了联系，顺利完成了那期采访。Mossavi M-O-S-A-V-I 采用端对端加密技术，界面体验对中文用户来说也比较熟悉，注册过程中不需要提供手机号或邮箱。使用前请根据自身需求并结合当地法律法规自行判断。您可以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搜索 Mossavi 下载。感谢 Mossavi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疫情前后这个词，至少我在网上就看到中文互联网就是底层互害这个词就开始被用的越来越多。但是我在想呢，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也可以说集中营里边的和看集中营的底层在互害是可以说得通的。问题是这种词和讨论这种底层互害现象的人，实际上又是一些就所谓的精英或者是知识人，他才会去想到反思这个现象为什么出现，这是不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但这个身在其中的底层互害这个环节当中的人，至少我遇到的很少有这种意识。他就是说连生存都顾不过来，而且他好像别无选择。从小给他的教育，你看他就是说我当人民警察，然后他自己也觉得光荣，所有的周围的人也觉得光荣，好像这是唯一的一个价值
坐标一个体系，是的，没有给他空间让他再去反省。他的人生轨迹是非常中国的，对，他出生在河南的农村，然后家里面他们的村子好像他到8岁还是10岁的时候才通电。就一年吃不了几次肉，然后呢考大学到新疆去读书，读了可能是一个大专，然后就出来留在了新疆，在农村的一个小学教数学教了5年，然后就钱比较少嘛，他又觉得也很受歧视，然后就先去做一个事业编的警察，就到了这个南疆和田地区，然后到看守所里面。那2年呢，就14年到16年，那个时候你前面就是说的，他在看守所，他的工作就是说，去人要提审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人从监牢里面提出来，然后陪着他走到审讯室，然后审讯完了，他再去从审讯室把他接着再送回监牢里面。他就看到了这些被打人的这些的非常残酷的，但是他那时候还是非常想做正式的警察，因为正式的警察收入高，社会地位也高，他又去考了公务员。然后就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正式的加入了，成了这个行政编的公务员。然后在2017年1月份的时候，就新疆就开始大规模的抓人了。它的这个过程，我们英文叫 upward mobility， 是吧？就是社会向上流动嘛。就是中国人这么多年，是吧？就是不管是到私企里面去挣钱、去开公司，还是去考公务员，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你这么来说的话，他做的这些选择，好像也是确实是中国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人生的选择。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标本的一个样本，对，包括他那个样子，你可以说他是个老实，非常无害，一点没有凶气，没有戾气，没有啊，然后说话也不是粗声大气的，没有。所以我就能想象这么一个人，在一个警察队伍里面，就你前面说的，他们都看不上。他说他我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我从大学时候就申请入党，就一直都没有入上。然后他就不停说，就是他在这个各种的岗位上，在派出所，因为他们是需要最大的 KPI， 就是他实际上讲的一个特别主要，就是为什么他受这么多的折磨，是因为其实共产党是一个非常的 API driven， 就是数据管理的，他们总是有数据的，就你每个月每周都要有提供有用的信息。什么叫有用的信息？就是能把人抓起来的信息。他一个汉族人也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那种角色，也不是特别钻营的那种角色，又不说维语，所以呢他就认为自己没有做出什么害人的事情，因为他没那个能力来做出害人的事情。他在这个整个这个队伍里面，其实属于一种有点格格不入，就是稍微他很想走这条路走上去，但是他整个各种特质，就是还又念过一点书，然后还戴个眼镜，然后等于他是警察里边的文书，就是老让他整理材料这种我听说，我忘了听是不是我哥哥还是谁说，就是说有些警察在他们警察行业里面，就是说他特别警察，这个意思，这个警察就是会心狠手辣，甚至在拷问犯人的时候折磨犯人，他有一种快感，就有一种心理上的施虐倾向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经典的警察，他特别适合做，而且他这个 KPI 会很高，他会很容易抓人，他不择手段。而这个人就这个张亚博显然不属于这种类型，所以他其实会有一种心理上的折磨冲突，然后怨气，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变成那种人。在农村里边，你可以想象，如果在农村他是一个小秀才，是的，这么一个人，你像他第一次可能有一点这种抑郁，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他在一个派出所待了1个月，这1个月就正好是抓人的高峰期。他说每天就不停的有人送来他就要去给他们搜身，然后搜身以后，然后再说这个人应该送到哪里去，日日夜夜的不停。他说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呢，他的那个上级呢，又是因为大家都很忙，对他可能也没有什么耐心。你都可以想象，他这样的一个人，在中国这种的系统里面，他就是一个受气的人。对，受气包。我真的能够想象得到，他那时候他就说我真的是根本睡不了觉，然后他就是抑郁。我觉得他说自己受迫害是真实的，对，是真实存在的。他也确实是他到后来。他也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所以他后来走掉了。而且我问过他，我就不停地问他，我就说你犯没犯错，然后你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他最后说，我问了好多遍，他说我
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不应该听我爸妈的话去学医留在内地，我不应该去新疆。他说我去新疆是我最大的错误。对，这个我当时一下子你就崩溃了。我就觉得哇，我们说了这么多，对，你觉得你不应该去新疆，这是你最大的错误。但是亲爱的，我这时候要跟你有点小小的不同啊，我就觉得你这个时候呢，你对他的要求太高了，让他就是要醒悟到自己的错误，醒悟到自己的罪恶，还要要把不同的罪恶分出就是强弱等级来。我觉得你这对他要求太高了。我为什么对他要求高？是因为他这么勇敢出来说话，是吧？就你马上对他的期待也就是对跟着就是我确实是对他的要求太高。后来我也跟他说了，他说的我说的很对，我说张亚博，你还在一个过程中。这个我特别同意，对，他听了特别的认可，他说哎呀，他说袁姐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在一个过程中。这其实我就要来了，这就是希望的小苗子。你要给他一步一步的，他先要认识到就是我也是一个受害者，我是受害者，然后他现在主动他讲出来，下一步你才能让他看到还有别的受害者，对，然后他跟这个别的受害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对，就要一步一步来。就他这样的人，我感觉已经算是中国的，就是从绝大多数人的已经是一个少数的开始有点自省觉醒的开始的这种人了。对，大多数我觉得我遇到大多数人是连这个都没有的，没有，包括我自己的亲戚里面都有这样的人。就我的一个大姨，对，在武汉的，就是那时候就最开始的封城什么的，他都很觉得很拥护国家的政策，应该封城啊。他们也是一家，就曾经就从文革到什么反应都无数的受害。你写的火车系列里面，对，火车系列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对，就这个家族，可是他会认同6·4镇压。就是他当年还有点同情，你知道，可是89年是同情，他们的这些也算是小知识分子吧，就是大厂的这种工程师啊、技术人员，他说他们周围的都有这个改变，就是觉得镇压是对的，因为你要跟一个更大的群体的安定团结比，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那就是不能动乱，所以他不会再去考虑，就是说牺牲任何一个生命都是不应该的，都是。就是很多中国人说嘛，说当时这个打镇压是对的，只能这样，不然就没有中国后面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都有所谓的大局观，就是所谓叫什么喝着地沟油心想中南海，其实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论我多小，我多微微，我多在底层，我要有大局观，这个从国家大局出发，这是对的，就要镇压，就要搞维稳。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一出发，他就可以自圆其说太多的罪恶。我也有一个朋友，我跟你说过，就是我们以前是挺好的朋友，他是一个是个企业家，人非常有才华，也非常好，在美国留学工作，然后后来回去，我们平时都非常聊得来，但就是因为新疆的问题，我们吵翻了，再也不说话了。就我们真的是在一个餐馆里面吵了2个小时，后来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觉得哎呀，他一下变得很陌生。他前面说的都是中国人说的，就是汉族人说的维族人怎么不好，怎么什么小偷啊，什么对汉族人如何这些东西，他们是恐怖分子。他最后说的，他说我如果是中国的领导人，我也会这么做的。我当时都想着说，你这么知道2战纳粹德国这个集中营犹太人受到这种所有的迫害，然后我们又都很知道这个南非的这个种族隔离，这所有的东西，平时对中国发生的各种不公也有各种的愤怒，为什么到了维族人的这个地方就看不到是一个汉族人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么一个政权对于一个民族的整体性的镇压和迫害呢？对，为什么看不到呢？为什么就要求就说这个受害者是完美的受害者？对，我才可以，他们才值得我同情，才值得我理解。这个是我一直都觉得非常不能想不通的地方。真的不是一些什么像我们说的这个基层小警察的思维方式，就是我们很多的精英朋友。你刚才一说我要是邓小平，我也会这么做，太熟悉了。我在我周围很多人里边听到，就是呀，甚至一直到现在有人会说，甚至他会替习近平着想，我要是习近平，我可能也要这样。
对，否则的话我就没活路了，或者说这个国家必须得需要这样的人领导，或者我要是王岐山我也怎么的，就这种说法我觉得就是其实里面有好多层次哈。如果我们就具体到对新疆的这种铁腕管制来说，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层次，就是汉族人的就是大汉族主义、汉族本位主义，他对一个就是穆斯林一个少数民族，而且对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就是穆斯林，包括你会听到跟世界上的穆斯林都是这种很野蛮、慕黑，对，他们都是很落后的，然后很暴烈的。所以从巴勒斯坦到欧洲，这些穆斯林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类人。他会把它就是大而化之定位为一个需要我们就是这很危险的一个民族，而且很落后，我们要很危险、很落后的一个宗教。对，这是一个层次，对吧？另一个就是说然后他从这儿他可以剥离开，再加上他又有一个。中华民族要在一起，要统一，所以这个新疆搞疆独我们是不赞成的，这又是一个层次，就是说它是一个大一统中华民族的这么一个东西在里面起作用啊。他那儿照样现在管得很好，新疆旅游很热呀，这些人我估计大多数是汉族，照样去那里，就好像这件事没发生一样。我真的不能够忍受他也不会换位思维。对，我这些朋友现在就是有些朋友从美国跑到新疆去旅游，当然我不应该去太 judgmental， 但我真的让我想到维族人还有那些少数民族，他们过去这些年受到的苦，对，我怎么可能再把新疆去看的它是多么的异域风情什么的，这个风景多么好呀，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一想到新疆，我的心是苦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包括新疆棉，就是你这个采访里面也说，这些人被去摘棉花，对，因为张亚博他去监督他们3000个从他们这个和田这边的人到这个阿克苏另外一个县去3000人，去摘棉花，早上5点钟，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要开车开几个小时才能到棉花地，然后工作到下午可能7点钟或者怎么回事。完了以后还要去称棉花，到了晚上10点钟、11点钟才能回去，甚至半夜才能回去，就每天都没有睡觉的时间。所以我就说这里面又有就是好几层，就是当时抵制西方有些大公司或者在这些人权组织的呼吁下，就是开始抵制新疆棉。这时候我就记得有一圈我的中国的天哪精英朋友，甚至有一些是海归，他们就很反感，觉得西方的就会搞这套虚伪的道德主义，对道德主义双重标准。你们当年难道没有剥削这些就是好像意思就是说你们也有血汗工厂，黑奴呀，黑奴印第安人，这是中国人最喜欢说的，最喜欢说，就是马上就是把这个类比，把时间也不管了，当年的和现在的都一样，对吧？人家对黑奴传统有反省，这不提了啊，就是你们反正也一样干过这个。然后另一个就是说，他下意识里已经把这些黑人奴工和新疆的这种穆斯林的都当成一种落后的人种来类比，这他自己有一种种族主义，可是在这个反讽当中他不意识到，他反而是在去控诉西方，你们是种族主义者，为什么凭什么你们可以贩奴，我们就不可以用新疆人摘棉花呢？你知道吗？这里边就多种层次的混淆和就是说也没有逻辑。然后呢，也没有这种什么自省意识，也没有种族平等意识，什么都没有，人权没有。所以就说你遇到这样的人，我就觉得比这个张亚博，我的愤怒甚至可能更那种的当然是了，那种当然是了。就我对那些人没有什么期待的。是，我明白了。我总是觉得这些精英，你们都没有张亚博这个，你们都不会出来发声的。我在过去这些年，从这些我和中国的精英，就我们以前的很多朋友，从新疆问题开始，到香港问题，到这个疫情，我已经和很多人就是决裂。就我对他们真的没有什么，就他们说什么话，我现在都觉得我一点都不吃惊，我对他们没有期望。那所以说，是不是就是这件事儿和这之前的好多这些中国精英的表现，包括中国普通人的，都让你觉得就是中国这个民主之路遥远到了一种你其实就等于是更悲观了，是吗？这件事让我想了很多，就是真的，我觉得张亚博他真的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且他信天主教，他又这么有勇气出来说话，但是就是他这样的人，
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就说我只是一个看守啊，我没有去审判人，我没有对人动过手动过刑什么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说的这个话就是在二战以后对纳粹集中营很多看守的审判的时候，他们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是一个看守。但我不想把它放在同等的，但是这个话听起来是很像的。我跟你一样，我首先第一反应就想到了那个汉娜阿伦特那个，就是 Banality of Evil， 对，就是平庸之恶，因为他那个太有名了。耶路撒冷的那个艾斯曼，对，耶路撒冷的艾斯曼，他讲的这种平庸之，就用这么一个纳粹的一个好像一个普通的一个军官啊什么的。听上去就很相似，但是我稍微再一想，我就觉得这不能类比，不能类比啊，因为那个首先他确实是一个纳粹军官，而且事后证明就是汉娜阿伦特还没有完全知道他所有的背景，就是他当时那个证词把他自己说的好像很无害，后来的发现就是犹太人就继续就挖呀这个人的，后来发现其实他是完全是不是一个就是平庸的被动的，我就是体制里边一个跟着一个执行者。他其实是有高度的意识的，对，在帮助做这个迫害犹太人，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事后你证明他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样本，就是这样。我觉得他也不能平移给就我们现在新疆的这一个狱俗，或者说这些汉族精英们，在这当中扮演的角色。对，因为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如果我们说就是说这个民族里面其实就发生了已经不止文革一场了，就是好多场这种类似于大屠杀自相残杀的过程，在这当中这个精英群体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是不是就是又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而到至今对这种双重角色的反省是不是总体有个别的特滥？很少，总体来说很少。对，甚至他要主动的回避，因为精英按说来他是比这个张亚博这种应该有更强的反思能力吧。我在和张亚博的这个对话中，我一个特别大的感觉就是他不太有语言去描述他自己的经历的什么。就是或者是我想问他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我在问他什么东西，对，因为这种概念对他是陌生的，也许是这样啊，这只是我的猜想，我也没有办法替他回答，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这种的英文 guilt 是吧？对，应该翻译成中文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词是吧？罪感或者罪责，然后这个 empathy 是吧，也是一个特别新的词。我记得到10年代，我们还在微博上还讨论过 empathy， 应该翻译成共情，现在是吧？对，共情、同理心，但是这个就感觉都是很心理学的这种的。首先，中国就没有心理学，就是一个很欠发达的。以前说这个人就是要看心理医生，就简直开玩笑，就是一个精神病是多么。shame 多么丢人的一件事儿，不会承认的。还有就像 redemption 是吧 ？redemption 救赎也没有是吧？对，这些词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不是说这些词没有，而是一个很陌生的，好像很模糊的、很抽象的，不太会像西方的这种很多的文学、电影里面。就是会经常讨论的主题，对，这其实他们永恒的主题都是谈这些东西的，是不是？对，就是好像我们不太来谈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去要张亚博去回答这些问题，也有点太强人所难。所以我觉得是，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是语言的问题，就是汉语里面缺乏心理学的很多语言。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因为它强调的是一种集体家族文化嘛，家族文化是关系织成的网，关系是横面的，对吧？你要个人才能立体，就是内心它是一个纵深的东西。如果是你这个社会整个思维方式和社会的运作方式都是一种由人际关系，从小到家庭、夫妻、兄弟什么妇女，大到国家、平民、贵族，然后皇帝，就这样的关系网织成，它都是相对，就是每个人内心都是稀薄的，就是它是没有内心纵深的。所以这从中国文学上你可以看出来。那时候我就记得，到了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你要找一个意识流，就是贾宝玉有没有心理独白呢？你去找很少，就唯一一个可能他在葬花词前后有一段，勉强可以说是贾宝玉的内心独白啊。
所以它这个稀缺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我觉得跟它的整个这种社会文化都有相联系，所以这是一个语言上的缺失，你没法谈这种个人心理的问题，对吧？然后另外我刚才要说的什么，第二个就是这个精英在整个这个社会当中的角色的问题，它是一个世俗的士农工商，它是一个世俗的里面的精英，而不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一个领袖。比如说印度有婆罗门，他是负责精神的，就神士，然后他武士是当国王的，然后西方也有，对吧？你这个中国的士是什么呀？士是为皇上服务的，就是服务的，你是一个附属型的，在这之前你可能相当于婆罗门，就是说在精神上是没有什么独立性的。原来他是巫师，就是孔子之前他是巫师，他是有一种就是跟神交通的。一旦世俗化，我又要说到我这个讨厌的荀子，就是从荀子之后，他就把他物质主义了，就是说没有什么神天神，你就是孔子还有一个就是祭神如神在，就你假装有神，虽然就是说我叫什么不知生焉知死，对吧？就叫什么？他要先探寻人间的事情，至少他把神给悬置了。对。可是到后来就是之后就没有神的这位，那还有什么救赎啊？救赎你是要有一个神，就是基督教的这个概念嘛，不管是就是希伯来的还是什么的，你都要有一个神比视。你要救赎你在此世的，就是亚当这个犯了罪，他们这个原罪就是从那儿来的，你才降到此世，所以你天生的就有一个罪，你就有 guilt， 然后你就有 sin， 对吧？sin 和 guilt 又不一样，然后你有 sin， 然后你要去天主教，你就要去 confess， 你去谈，然后你才可能，你要先承认你的罪，承认罪之后，你还要就是求神原谅，然后你才有可能被救赎。这一套我们都没有啊。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80年代有一个畅销书，就是叫《拯救与逍遥》，就刘晓峰写的。因为他后来就干脆去德国去学了神，当然这个人后来变得简直就是他变成毛是国父啊，什么国家主义，对，这不说。但是那本书我觉得还是一个蛮有意义，他拎出来一个西方是拯救的文化，就是这种宗教嘛，神学。中国是逍遥派，就我们是没有神的，我们只有现世，就是短短的这顶多100年，我们在这儿世俗之间，我们是要逍遥的。这逍遥当然是老庄的，就是说我是乐感文化，他好像他当时也说了，一个是罪感文化，一个是乐感文化，一个是我要承认我的罪，我怎么能够超越，能够拯救救赎，一个是我要享乐。就是人生，中国人其实是享乐，但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整天觉得自己很苦啊？世世代代都很苦。这里面说起来，我觉得就有一种就所谓 irony， 就吊诡。你越要追求享乐，就是你看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对不对？最终就是你要逍遥。你看现在习近平治下，对，没错。你看所有的人，从军委副主席是吧？就是每一级的所有的这个，我们不说普通人了，就是他哪怕他这个体制内的这些的所有的人。个个都如惊弓之鸟，我不知道习近平在那个位置上坐着，他自己会不会也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我觉得他如果他有这么细致的这个心理的思想的话，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面。他觉得我也是受害，我整天要提防，我为国鞠躬尽瘁，我忙死了，我都快累死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骂我？还是怎么？所以我觉得中国真是一个奇葩的，就是它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又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个群体，就是每个人都觉得我是被绑架在这上面，然后绑架之后我就要感恩，对，如果这个稍微对我好一点，我就感恩了。而且这种还都不是共产党文化，我觉得就这种王族文化下来，以前对皇上也是这样，对，就这种所谓奴性啊。又是那种 master and slave， 就是这种黑格尔式的，就是所有的社会都是主奴。就有一个北大的，我记得就是搞国学的，他就说过一句话，跟我印象很深。他说的，如果我面前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皇帝，我马上膝盖，我自动就跪下子。他就认为就是君主立宪应该实行，没实行好。但是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么一个就是读了这么多西方的中国的哲学历史很通的这么一个中国精英，他忍不住就有这种膝盖就要跪下去。对，所以你说这种你让他反省，我的罪恶，把另外的一个群体和我是一样的受害者，我觉得你太
难为他了。我也觉得，我后来意识到我太难为他了，我也告诉他了，我说你还在一个过程之中，我觉得是一个对他的一个事实性的描述，没有任何的这种价值判断。对，就是他是在一个过程之中。我正好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把这个 guilt、罪责感吧，或者是 guilt， 你看我们还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翻译。对，他把这个 guilt 分成4种，一种是刑事罪责，就是你是否实施了可以让法院来审判的一种犯罪，还有一种叫政治责任，是一个人和他所相处的政权及其这个政治行为的关系，还有一种叫道德上的罪责，就是一个人怎么判断自己的选择和服从，还有一个叫形而上的罪责，就是面对他人遭受巨大暴行时，明知却没有尽力反抗所承担的人类连带责任。我自己感觉就是中国的这个讨论基本上还是在第一层刑事罪责，就是说我是不是真的干了坏事儿，对别人打了人，是吧？我真的是犯了罪，只有打了人，对人进行了肉体上的伤害，可能才是一种犯罪。对，一种 guilt 是吧？对，就是政治责任，就是说我和这个政权是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个有一些讨论，但讨论不是很多，是吧？然后这个道德上的罪责，就是我做了这样的选择，我是不是就是一种罪责，是我就有罪，是吧？还有一个这个人类的这种大的这种的，我们对于不管是这个就是新疆的对维吾尔人和这个其他少数民族的这种迫害，或者是以色列对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样子的迫害，就是我们作为人之为人，就是多么的单薄。我就是说只有第一维，他人家这个有4个维度，他说有4种，对，他把 guilt 分成4种。你现在觉得他只有一个维度，就是刑事责任。我认为中国社会真正讨论的就是第一种。对，就是是不是有罪？对，就是都有很大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没有法治嘛，没有真正的法治。对，但是就这先割开不谈了，至少只有这么一个维度，他才会觉得自己有罪。第2个维度你说什么？就是国家，我觉得这又是中国政权的和自己，就是我参与了这个政权，我是不是就是这又是一个中国没有？你不是公民，你哪有权利啊？这不是你的国家，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不是要你来负责的。就说你是觉得实际上人没有 agency， 就是你没有这种主观能动性，所以他没有选择吗？他不是没有 agent， 那 agent 我认为是第3个，就是个道德的 agency，就是西方我觉得是就是比如康德他们讲的就有自由意志啊，不只是康德，反正他会讲的特别就是讨论这个有没有人有没有 free will，就是还是说一切都是命定的，都是中国宿命论很发达，我自己都。有时候不自觉的，我就会说这命中注定，就顺口就来，你知道，因为在中国这个文化里边，你很容易就掉入一种命定论，就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是 beyond my own free will， 就是我自己没有，我的自由意志无法太渺小了，去选择的，对，这也陷入一种。就是你没有自由意志，所以就是你说的这个可能 agency 什么都在这儿，你这种就是在政治上你也没有自由意志，因为这个国家不给你权利，你跟这个自由国家没有，你也没有选票，你也没有任何权利没有，对吧？第2，你的道德上也没有，因为这个道德又是一个，我觉得它就是社会道德，很少就是强调你发现没有，很少强调个人的人的一个良知道德。而是说你这件事儿就是对这个集体好不好啊，对家人好吧，都是这种的。最后一个就是咱们前面说的，人家说是有一个超验的一个 guilt， 你在上帝面前你是不是犯罪了？这中国就是没有宗教就更没有这个了。对，我觉得就是你当然就是可以说他没有选票，他没有这种的政治上的选择，但是呢另一方面中国人可以选择去挣钱，可以选择去考公务员，可以选择我怎么往上爬，这个他是有选择的，对吧？对，但是他们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就好比说是在文革当中，还有就8964的时候，是吧？或者是毛的这个毛时代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政治运动，都是去反右，是不是？都有互相揭发，互相去打击，然后这些对地主阶级的这种清洗，各种各样的清洗，多么多么的残忍啊，对吧？就是在这个都是有具体的执行人的，对不对？是。那但是这些人到文革以后，对，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受害者，对，没错。这就又涉及到就是这个人性这种都是要把自己洗白的。这个当然倒不是光是中国人，就像他们就是说法国人一到2战之后，每个人都说我是抵抗者，对，他都是戴高乐，就是这种的。对，
但是中国可能除了这种人的总要洗白，把自己要掩盖自己之外，就是可能咱们前面说的还有一个制度性的，就是他从上面最大的作恶者都不能承认的，就从毛到那些跟着毛的，就除了四人帮啊，就有一个 scapegoat， 有一个替罪羊，有一个小，那就是一个政变。四人帮打倒四人帮就是一个政变，然后拿了这4个人，就是他们干的这坏事，文革都是他们干的坏事，怎么可能呀？后来站在台上的很多人，他们也在这个中间，文革中间也去打倒别人，我真的是因为这些年习近平不是也是反腐嘛，以反腐的名义也把很多当官的打倒嘛，我就经常说，我都能够想象有一天，如果习近平下台了以后，被打倒以后，这里面有多少人其实是很坏很坏的人，他们会出来说我是受害者。对，是肯定的。我一想到这一天，我就觉得很绝望。对，是。就更大的话题，可能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比如说80年代的时候，是吧？有对文革的反思，有这种的伤痕文学，对吧？后来呢，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在微博时代，有很多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文革的这种文革反思的，是吧？也有这个炎黄春秋，有很多人去写他们的回忆录，但是很多都是以受害者的这种的视角来写的， 对吧？就比如说卞仲云，她的丈夫，把那些她怎么被受迫害，他那照片都血衣什么都拍了下来，然后胡杰又拍了那么好的纪录片，也有很多的这种说当时到底是谁，没有一个参与者愿意接受采访的。对，最后就是他那个片子没有一个参与者出场，那么多人都被打死了，对，是吧？对，就是没有一个人说我当年是我打死的人，我有罪，哪怕现在没有他的刑事责任，没有人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出来说我有罪？我记得就是有一首小诗，我不能原句，但是我就留下印象很深，就是说的是习近平，他说当有一天他死了，我不会跟着所有的人在街上奔跑啊，我也不会放鞭炮，我也不会开怀痛饮，我只会暗暗的就是思索，为什么这么多人的命运都记在他的一息尚存，大致就这个意思。我就印象很深，就是这么一个人，可能他其实是有思维的，就是整个这一场就是习，可能这个所谓的新时代还要延续很多年啊，已经十几年了，对吧？已经。那么为什么在整个这当中发生了无数的迫害？比如新疆也是在他治下之后，然后这么多的人被抓进去，公民社会凋零，所有的人灭口。可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或者是没有办法的，或者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精英在变脸，他就认为我出于自己的利益，我就参与，我还要往上爬，对吧？只有这么一首小诗，就是你会看到还是有一些个人，他私下会在想，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到他死，才所有的人在突然加入欢庆的队伍，放鞭炮，就像当年那个文革结束了打倒四人，突然那些所有的文革当中参与者还是什么或者拥护的什么毛的，都敲锣打鼓上街了。所有人都觉得我当年是受过苦的，然后现在我是很开心的。但是在那刻发生之前，所有的人都是戴着面具，或者是施害者，或者是不认为他有任何义务责任来就是发声反省，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沉默都不行，就是这种怯懦到这种地步。最后我们留下的可能还是一个问题吧，我们可以探讨有一些原因，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有点很难说有一个答案，你说呢？这个是很难有答案的。当然就比如说共情这个事情吧，实际上比如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中国有那么多的那些媒体写了那么好的报道，是吧？就是汶川大地震发生了以后，这个惨剧简直是我看了心痛的不得了。我也谈过，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些报道，我觉得我要回到中国去。但是呢，很快就是这种民间的参与啊，公众的这种悲悯，很快的就被打压下去了，因为就开始追责了。就是为什么死了那么多学生，是因为他学校的这个建筑质量非常非常的差，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有这种民间的组织也让共产党觉得就是，这些人可以组织起来，让他觉得又有一种威胁。就我觉得就是最后我们来如果追责的话，就是
必须得这个国家来承认这个悲剧、这个错误，就像德国一样，是不是？我在那个采访张亚博的过程中，我也采访了那个叫郑国恩。Adrian Zenz， 他是一个专门研究新疆这个集中营的一个学者，他是德国人。他就说德国为什么就是现在有那么多人到德国去寻求这个政治庇护的什么的，因为我们德国人是真正的是对这个二战的我们犯过的罪是有很深刻的，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性的一个反省，就是在德国否认犹太人的这个大屠杀是一种犯罪，法律上的是不允许的。对，应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之后呢，就是在反省了之后，我们是把这个保护人权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做，所以现在有那么多人会到我们这来寻求政治庇护。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中国就没有第一层的，就是这个政府这个党，他不让你去说他过去犯的错误。过去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最不好的事情，那你就连没有办法说这个事实的时候，你怎么来去追究责任？我觉得你这是说到了根本，就是源头是国家整个这个制度，当权者在遮蔽这件事，在不让人们有反省的可能和机会和能力，因为他通过教育就使得小孩也不可能知道，不可能有这个能力。但是这就说到更悲观的一个层面了，为什么？就是这个打不破。就刘晓波曾经在大概80年代说过一个特别就是政治不正确，到现在还被人骂的，对，还被人骂的这么一个。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他说出了一个很残酷的一个事实，他就是说香港殖民100年才变成现在这样，就是有自由了，至少不说民主，有自由。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至少要殖民300年。才有可能就是进入现代性，但是这个是非常政治不正确。但是你要想他最后说一句，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车已经 the train has left， 对，这车已经走了。你说他说的是不是很残酷？但是他直接回答了你刚才这个，就是你说德国国家性的反省，是因为他是战败了，外来的力量把他们就是这种法西斯政权全部打败，彻底打趴下了，然后把你占领，逼着你从上边就要认罪，要反省，然后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因为我知道一些德国朋友说，他们那一代就是他的父母都是当年都是一些普通的纳粹精英，都参与过的，那些人的态度就跟他们很不一样。德国好像是才是到60年代开始才真正的反思，是那个下跪的事情，那个什么勃兰特，那都是很多年了之后。但那期间那些参与者，因为实际上他们当年不仅参与，他们都是很拥护希特勒的。你要看当年的历史的镜头，那希特勒一出来，那是万众欢腾，那都是普通的 The Good Germans，就是都是很好的普通的德国人。就是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就看了好几本关于当年30年代普通德国人的这些书。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绝望。就是当年他们来。侵略别的带回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看的是哪本书，就普通的日常生活，就是那些当你打回来就往回寄罐头啊，寄各种物品，这样里那些太太们在家都过得很好，非常荣光。你看那个 Zone of Interest 是吧？又说到我最喜欢的那个电影是吧？那个太太就是穿上了一件衣服，有什么珠宝了之类的，这个就你刚开始看你没有意识到它是这些东西都哪里来的，怎么就突然之间他还这么，这都从犹太人扒下来的。所以这些 Good German 你要想象一个 Good Chinese， 小心这个 label。 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南非吧，它有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是说你没有真相你就不可能和解。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他不让你去追寻真相，对，怎么可能有救赎？对，或者自我救赎？就你说的这个人，这个张亚博在过程中，这个国家实际上根本就不让这个过程开始。对，就是过程的起点，他把门关死，而且他在不断的加厚这个门。我说的就是说他涂抹的比80年代的时候你还能讲的，现在都不能讲，变成什么探索了？对，探索艰难的什么艰难探索天心的探索。对，他现在这种爱国教育就把这些历史抹的已经不仅在大陆是普遍，已经推行到香港去了。就是国安法下边的。我前些天看了一个毛骨悚然的一个小视频，就是一个香港人，香港
大概是小学生，也就是12岁可能啊，女孩子讲着一口标准的粤语，用香港话朗诵腔在说习近平治国理政这本书已经在香港发行，多么好，这就是肉麻之极。但是用广东话它已经开始了。我们就回到最初，就是这个张亚博，他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中国人，但是他又有比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有勇气，但他就是这么有勇气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氛围，这样的讨论，这样的语言的储备，我觉得就是你没有语言，你就没有办法去思考。对，没错。对，而且他就是被划入一个人民的一份子，就是我就是普通的人民。为什么我就讲要剥离？当然我讲的更极端，就是我要自绝于人民，对吧？为什么就是人民他不是人？你知道，就是前面说这个，就拥护纳粹的当年的都是一些 the good Germans，他都说我们都是很好的善良的德国人，他是德国人民组成了一个群体，拥护这个纳粹上台，对另外一个民族犹太民族施行非人的迫害。中国其实发生过很多场的这种事件，目前还在发生，就是新疆的这个。而这些 good Chinese 就是善良的中国人民，你们要小心了，这不是什么好词儿。当你说我就是一个好人，我只不过我还在为人民服务，我也是人民的一份子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一个人和一个有良知的一个个人？我觉得这个过程把中国先抛出去，对，先抛出去，这个过程一定要开始。虽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在阻挡它，在扼杀它。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不明白播客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播客。YouTube 频道上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并点击小铃铛打开提醒，以便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节目。我们也呼吁大家主动给节目点赞、留言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一期节目的友好互动对播客来说都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希望力所能及的朋友们能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或者访问不明白播客网站捐赠页面，参与单次或者月度的捐赠、直播、talk show、下午茶、专题。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谈话、及时的资讯与专业的分析，这都需要更多人员和资金的投入。欢迎点击不明白播客简介上的链接或本期的 show notes 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